先是 OPPO Find N5宝到勉强放下 C 口，再是 vivo X Fold 5露出了 C 口半边屁股。原以为这就是大折叠的极限啦，结果新出的荣耀 Magic V5 差点贯穿了 C 口。今年的大折叠手机啊，薄的一个比一个夸张啊！9毫米的机身搭配 2.5D 的屏幕盖板 ，Magic V5 的手感啊，甚至比不少超大杯都来得舒服。就是非对称设计的外屏啊，让左右阿角显得有点不太自然。展开后，这大屏的姿态与轻薄啊，很难想象是一块接近平板尺寸的设备该有的重量和厚度。至于说躲不开的折痕嘛，只要不是死亡角度去看，它的折痕几乎不可见。当然了，用手划过去的话，还是能感受到轻微的凹陷感。这里要注意啊，荣耀 Magic V5 的内屏用的不是 UTG， 所以日常折叠的时候啊，记得留心看看屏幕有没有硬物，别磕着了。另外，荣耀 Magic V5 为了塞下一颗潜望长焦，导致镜头的模组比较凸啊。你把它展开后放在桌面滑动，它会直接开转，这还挺搞怪的。性能方面，荣耀 Magic V5 上了颗骁龙81领先版，很有诚意。打打王者荣耀之类的轻负载游戏啊，表现很好，全高特效能保持120帧。一到新铁，因为散热的缘故啊，就有点扛不住啦。平均帧率为41.1帧，咱们细看帧率图啊，可以发现开头没多久就掉到了40帧附近。这是因为它做的太薄了，导致散热非常难做。可是有几个人会买折叠屏来打游戏呢？我觉得游戏玩家基本不会考虑折叠屏手机啦。它的性能只要能保证日常使用的流畅性和低功耗，还有确保本地大模型的运转就足够啦，没必要为游戏性能舍本逐末，导致机身做的特别厚。日用方面，我觉得荣耀在提升效率上花了很多心血，尤其是内屏上啊，它主打了3分屏功能，支持同时打开3个20:9的应用窗口，并且可同时显示其中2个。使用程度的话，不比 OPPO 的全景虚拟屏和 vivo 的原子工作台差多少。而且因为用上了骁龙81领先版，流畅度特别高，极少卡顿。今年非常流行的强行兼容苹果，荣耀自然没有落下，不过只支持 iPhone 互传照片和文件。但是荣耀它可以跟鸿蒙进行系统级的互传，这其他厂商没有吧？那首歌怎么唱来着？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。然后是它的续航啦，1T 版本给到了61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我手里这台的电池是5820毫安时，差距不大，轻度使用的话撑一天没啥问题。66瓦有线和50瓦的无线快充组合，在回血这块也足够啦。考虑到荣耀 Magic V5 的厚度啊，这影像规格给的很极限啦，尤其是塞下了颗潜望长焦，简直是意外之喜啊！这颗70毫米的潜望长焦，我比较喜欢用来做日常的随手记录，白天光线好啊，它的成像素质很不错，边缘的画质也没有明显的衰减。放大到140毫米，在算法的加持下，望远能力也能接受，整体的画面比较锐。这颗镜头其实是偏日光头的，一到光线较差的夜景环境啊，就有些小翻车啦。一个是偶尔会出现鬼影，在光源复杂的环境里啊，遇到的几率会大幅上升；二是画面的噪点会增多，产生了一种很奇特的胶片质感；三是高光区域会出现星芒光斑，这挺有意思的，这可是别家手机得靠 AI 才能实现的效果啊！有朋友可能会说，你这是镜头没擦干净吧？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直到擦了好几次之后，还是没有任何变化，只能说等后续 OTA 更新吧。23毫米的主摄表现比较让人满意，色彩还原相对真实，画面的清晰度和宽容度都比较优秀。夜景的话，暗部细节相对来说会差一些。超广角的话用的比较少啊，不过它能保证主体的清晰就已经很厉害啦。OK， 最后来总结一波，荣耀 Magic V5 这波最轻最薄满血旗舰的定位，确实是把便携天花板又往上顶了顶。222克的重量，4.2毫米展开的极致纤薄，加上旗舰芯和大电池，拿在手里啊用的是真的爽。这手感放在移动折叠屏里，绝对算得上是第一梯队，甚至能硬刚不少直板旗舰。有一点点遗憾的是，夸张的影像模组啊，没有带来与之匹配的影像水准。白天长焦扫街、主摄拍景都不错，夜景的话，只能说等后续 OTA 加强啦。总而言之，它在轻薄、续航、日常流畅度上对料非常狠，手感体验拉满了。如果你非常在乎手感和实用性，且预算比较充足的话，荣耀 Magic V5 值得入手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，感谢大家耐心观看，咱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